美利堅合眾國。但於1776年，我哋嘅國家係根據法律，承襲以宗教為根基嘅自由而繁衍出嚟嘅，有豐厚天然資源嘅福音，加上富工業經驗同埋道德紀律嘅先鋒人才，我哋國家變得強大而繁榮，並發展出有史以嚟人類建構得最好嘅政府制度。美國好快成為世界嘅疲乏者、飢餓者同貧窮人嘅避難所。數以百萬人遺棄舊世界嘅一切，投奔獎勵主動精神、勤奮同毅力嘅土地，重新開始。嗰幾百萬人唔係嚟揾安慰同希望，佢哋確實知道自由同機會嘅堡壘已經存在。喺嗰個地方，夢想可以成真。今日我哋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似乎更富裕同強大，新技術徹底改變咗我哋嘅日常生活。曾經只有有錢人先可以享受嘅奢侈品變得普及同可負擔，物業擁有權廣泛起嚟，而我哋嘅人民對持續嘅經濟增長同繁榮抱有期待。然而，越嚟越多人開始意識到，佢哋只能短暫咁享有物質嘅增長，因為佢哋嘅自由正在萎縮。叫人驚駭嘅現實係，美國遠離咗佢可嘉嘅初衷，我哋嘅人民同企業喺沉重嘅經濟、政治同社會問題嘅負擔下呻吟，就係我哋國家大事偏離咗令佢偉大嘅基礎真理嘅結果。若要美利堅合眾國克服萬難，廣大嘅公民必須再次明白、擁護並活出呢啲歷久不衰嘅概念。呢個概念就係美國主義。究竟係乜嘢令美國變得偉大並與眾不同？係天然資源嗎？唔係。其他地方亦一樣有福音。係人嗎？唔係。建造美國嘅人均嚟自其他地方。係政府嘅計劃同智慧促成我哋嘅國家到高峰嗎？亦都唔係。唔係政府所做嘅令美國偉大，而係制止政府去做嘅令美國偉大。令美國與眾不同嘅係個人自由。自由去工作、生產、成功，尤其係保存勞動嘅成果。美國之所以變得偉大，正正因為令人窒息嘅強勢政府被抑制咗。但美國嘅自由並非完全不受約束。美國人刻意選擇以道德規律嚟限制自己嘅行為，例如十誡、個人道德同有限嘅政府。呢個組合塑造美國嘅特質，令佢羨煞世界。當我哋嘅開國元勳決定受夠英國嘅壓迫時，佢哋分裂並宣布獨立。佢哋喺獨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裏訂立不證自明嘅真理，就係人從造物者賦予佢哋若干不可剝奪嘅權利。換而言之，上帝賦予咗人類權利，當中包括生命、自由同追求幸福。喺接住下一句話中，元勳定義咗政府嘅正當角色，為咗保障呢啲權利，才建立政府。呢個就係我哋國家嘅整個哲理基礎。喺呢度，政府不得自行重新分配財富，以權力凌駕人民嘅性命，並以壓迫性嘅稅收、規則同埋掣肘支配人民嘅生存。根據開國元勳嘅精神，政府係要成為消極嘅力量，不干預人民。政府嘅唯一功能係保護公民免彼此侵害，免受外國政府侵害，更甚免受政府本身嘅侵害。開國元勳並冇設定政府為人民做事嘅積極力量，從一啲人支取給予另一啲人。佢哋明白，當政府開始為一個公民做事時，必須從另一個公民嗰度支取先可以，並從此過程獲得對兩者嘅控制。英國嘅統治者不接受獨立宣言，因此我哋嘅祖先不得不戰爭以確立獨立宣言。
到1783年獨立戰爭已經獲勝，英軍被送返海上，但當時嘅政府制度好弱，佢無權解決各州份之間嘅紛爭，亦無權為國防等正當嘅需要徵稅。因此喺1787年，嚟自13個州中嘅12個州代表喺費城開會，去修改制度，並產生咗一種全新嘅政府結構，稱為美國憲政、美國憲法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為咗信守宣言嘅震撼主張，憲法係為監督政府而著寫，唔係監督人民，亦唔係監督各州。每個州都係獨立無上嘅主權監護人。開國元勳創建咗一個有嚴格權限嘅中央政府，咁樣可以讓各州自由地互相競爭，成為最好嘅州、最少稅收同埋掣肘嘅州份，令公民想喺嗰度成家立業。競爭精神帶嚟優秀，誠實嘅競爭從來都係帶嚟優秀嘅。仲要注意嘅係，憲法從來冇對人民強制推行，反而被送回各州經過批准程序。有幾位開國元勳仲寫咗文章，以遊說美國人採用呢種新嘅政制。一啲文章由詹姆斯麥迪遜、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同約翰傑伊撰寫，被收錄到《聯邦主義者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之中。呢啲文章為開國元勳建立我哋政制嘅目的提供咗寶貴嘅見解。結果，所有13個州都通過咗憲法，並每州都將憲法頭10項修正案批准為權利法案 Bill of Rights， 進一步約束咗聯邦政府嘅手臂。呢啲修正案的確係講有關權利，但如果權利法案被標注為限制政府嘅法案，就更適當。點解？因為權利法案從未賦予公民任何權利，呢點至關重要。佢嘅唯一目的係通過限制政府權力嚟保護人由上帝賦予嘅權利。開國元勳甚至堅持國會於言論、宗教、新聞、集會、請願權、管有及攜帶武器權等事項上不得制定法律。呢啲修正案係直接針對聯邦政府，而唔係針對個人同州。佢哋就似十誡裏面嘅多數條例，本質上係你不可。權利法案講明國會不得、不得、不得，一直到神奇嘅第10修正案，實際上係講，就算漏咗列舉，國會也不得做。當本傑明富蘭克林離開制憲會議時，一個女人問佢：先生，你俾咗我哋乜嘢？佢立即回答：一個共和國。夫人，如果你能夠保存佢。然而，今日大多數美國人都被說服，以為我哋國家嘅政制係民主制，而非共和制。呢兩者之別，對理解美國主義同美國體系至關重要。我哋討論政制之前，應處理已經傳播咗好耐有關政治頻譜嘅謬誤。好多人被誤導，政治頻譜如共產主義者嘅團體，至於最左、法西斯主義者或獨裁者喺最右，而政治溫和派或中間主義者置喺中間。但更準確嘅政治頻譜，應將零權力嘅政府放至最右，擁有100%權力嘅放至最左。喺最右端嘅係無政府，喺最左端嘅有極權政府。當中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君主、統治者、獨裁者、皇帝、極權政府嘅任何形式。聲稱納粹同法西斯主義係右翼嘅人，從未定義其意思，咁就等於散播謬誤。喺政治頻譜中間嘅，可見政府嘅類型有僅限於保護人民權利嘅角色，咁就係美國憲法所在。倡導呢種政府形式嘅人，其實係憲制溫和派。因此，等我哋分析政府嘅基本形式，佢哋係君主制或獨裁制，由一人統治；寡頭制由小撮人統治；民主制由多數統治；共和制由法律統治，同埋無統治者無政府、無人統治。喺討論呢5種時，我哋會發現可將範圍縮到更細。先睇君主制或獨裁制。呢種形式嘅政府喺實踐上並不存在，佢總係將其中一員放喺團體嘅首位而已。國王有貴胄或爵士團，每個獨裁者都有佢嘅官僚或政委，幕後嘅一班人。呢個唔係一人統治，
雖然有一人係可見得到嘅領袖，其實係由一個團體統治。所以等我哋排除君主制獨裁統治，因佢從來冇真正存在。寡頭制由一個團體嘅統治，係歷史上最常見嘅政府形式，亦係當今最常見嘅政府形式。世上大多數國家都被小撮強權嘅人統治，因此寡頭制可繼續留低。喺另一端，有無統治者無政府狀態，就係沒有政府。當人回顧歷史，發現好多極壞嘅罪行都係由政府犯下嘅，因此佢哋認為冇政府可能係好嘅。但咁係錯嘅，因為正如古希臘人所講，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我哋嘅開國元勳同意並秉持某程度嘅政府喺任何文明有序嘅社會係必須嘅。然而喺無統治者嘅狀態下，每人都必須守衛生命、自由同財產，並家人嘅生命。每人都必須武裝，且活動會受到嚴重限制，因為要全時間守衛自己嘅財產。文明社會嘅人總係僱用別人進行守衛，警官、警察部隊或某啲政府部門。一旦執法到位，人民就更自由。佢哋可以離開財產，到田野工作等等。簡而言之，適度嘅政府令每人都更自由。但有人主張無政府狀態，並非因為佢哋唔想要政府，而係因為佢哋唔中意現有嘅政府。佢哋利用無政府狀態作為改革工具。無政府嘅狀況非常類似真空狀態，需要揾嘢填補充斥。充滿機心嘅無政府主義者努力瓦解現有政府，透過騷亂、殺戮、搶掠同恐怖主義嘅手段。可惜活喺混亂中嘅人，經常揾嗰啲能夠結束混亂嘅人，並懇求佢哋接管同埋恢復秩序。邊個係結束混亂嘅最佳人選？就係始作俑者。無政府主義者製造咗問題，之後又製造由佢哋營運嘅政府寡頭，佢哋就擁有極權。呢個正係喺俄羅斯發生過，導致列寧得到極權；而喺德國，希特拉嘅中三軍製造騷亂，送佢上台。但無政府狀態並非穩定嘅政制。佢係從已存嘅狀況變到事權者想要嘅迅速過渡，咁狀況只係暫時嘅，由於佢唔長久，我哋亦淘汰佢。民主一詞嚟自兩個希臘詞語 demos 即眾人 kratine 即統治。democracy 因此意思係眾人嘅統治、多數嘅統治。咁聽起嚟唔錯，但假若大多數人決定奪走某人嘅家、公司或孩子，會點算？當然，咁必須有個限制。民主制嘅缺陷係大多數人冇被制約。若喺民主制中，一半以上嘅人被講服要得某啲嘢，佢哋就會主宰。咁共和制呢？呢個詞嚟自拉丁語 res 即事物，而 publica 即公共，加起嚟即公共嘅事物、法律。一個真正嘅共和制係政府受法律限制，不干預人民。美國嘅開國元勳有原封未開嘅石板去落墨，佢哋本來可以建立寡頭制嘅。其實當時有人想喬治華盛頓成為國王，但開國元勳識得歷史，佢哋選擇俾我哋一個共和制嘅法治，而非民主制嘅多數統治。點解？等我哋演示一下差異，用舊西部做背景。試想像喺民主制行私刑嘅暴民，35個騎手追逐一個孤獨嘅槍手，佢哋捉住佢，然後投票35對1，將佢搞死。民主取得勝利，少一個槍手需要對付。依家想像喺共和制嘅相同情況，呢35個騎手捉住咗槍手，投票35-1搞死佢。但係警官到咗，話你哋唔可以殺佢，佢有權得到公平嘅審訊。因此佢哋將槍手帶返城鎮。槍手周邊嘅人被選做陪審團，佢哋聽咗證詞同埋辯護，決定係咪要搞死佢。陪審團嘅裁決係根據多數而定嗎？唔係，裁決必須一致，否則槍手便被釋放。槍手嘅權利唔係根據多數決定，而係根據法律，咁就係共和制嘅本質。好多美國人會驚訝咁發現民主一詞並未喺獨立宣言或美國憲法出現，甚至唔喺50州嘅任何憲法內出現。開國元勳竭盡所能阻止我哋得到民主。
詹姆斯麥迪遜被貴為憲法之父，喺聯邦主義者文集第10篇文章中寫：民主制從來係暴亂同爭議嘅匯演，從來與人身安全或財產權不兼容，且通常其生命係短暫嘅，並多喺暴力中終亡。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同意並陳述：我哋係共和政府，真正嘅自由永遠唔會存在喺專制統治或民主嘅極端。約翰·亞當斯獨立宣言其中一位簽署者話：民主制從不長久持續，佢會好快自我荒廢、消耗同了斷。開國元勳有充分嘅原因鄙視民主，因為佢哋知道早期希臘城邦嘅民主制產生咗意想不到最瘋狂、權力過剩嘅政制。嗰時嘅希臘有個叫索倫嘅人，敦促建立一個固定嘅法律體制，而不受眾多奇怪論述所唆使。希臘人從未聽取索倫明智嘅建議，但羅馬人卻採納咗。佢哋根據對索倫法律嘅了解，創建咗羅馬法嘅12同表法，有效咁建立咗一個限制政府權力嘅共和國，而不干預人民。由於政府有限，人民可自由生產，並知道可保存勞動嘅成果。隨住時間，羅馬變得富裕同羨煞世界。然而喺楓樹之中，羅馬人民忘記咗自由嘅需要。佢哋忘記咗自由嘅本質係適當咁限制政府。當政府權力增大，人民嘅自由就縮小。當羅馬人嘅警覺鬆懈，事權嘅政客便開始逾越羅馬憲法所賦予嘅權限。有啲人學懂以選舉政客，運用政府公權力從若干人奪取財產，並轉送俾另一啲人。農業補貼引進咗，其次係住房同埋福利計劃。無可避免咁，徵稅增加，對私營企業嘅管制強行實施。好快，羅馬嘅生產商便無法維持生計，繼而領取救濟。生產力下降，短缺頻生，暴民開始上街遊走，索求政府麵包同馬戲、食物同娛樂。好多人被勸誘變賣自由以換取穩定，最後整個系統崩潰咗。佢哋從共和變成民主，最終喺凱撒嘅推進下變成寡頭統治。因此，民主本身唔係穩定嘅政府形式，相反，咁係從有限嘅政制逐漸演變成寡頭制嘅無限統治。明白呢一點，我哋作為美國人最終只剩低2個選擇：我哋可以好似富蘭克林所講咁保存我哋嘅共和制，否則我哋將無可避免咁變成寡頭制、精英暴政。正如對政制嘅誤解好普遍，喺經濟領域，類似嘅誤解亦存在。長達整個20世紀，美國人都被引導認為資本主義同共產主義世界之間有住巨大嘅鬥爭。毫無疑問，鬥爭係存在，只係真正嘅敵人好少被正確辨識到。如果要有意義咁討論經濟系統，一定要先定義術語。經濟學中最基本嘅術語之一就係資本，佢嘅定義係生產手段。為咗說明咩係資本，等我哋想象一個非常簡單嘅經濟。喺一個小島嘅沙灘上，一個船難者啱啱被沖上岸邊，佢冇食物，而且肚餓。佢揾遍成個島，但佢揾唔到莓果、椰子或任何可以食嘅嘢。佢返到水中，試圖赤手捕魚，但失敗咗。所以佢又返到岸上，揾到咗灌木叢。佢截斷一條樹枝，咬燃樹枝尾做個尖端，然後佢帶住矛返到水中。佢終於捕到魚啦。佢嘅矛就係資本，就係捕魚嘅生產手段。佢放棄咗一啲時間同一啲精力去生產佢無法食嘅嘢，而呢樣嘢卻可以協助佢生產可以食嘅嘢。因此，資本可以係工具、機械，甚至係人手製嘅羽毛。喺咁情況下，試想前蘇聯，
中國同古巴嘅共產黨員一直使用工具同機械，嗰度嘅官員甚至視人民為資本。故此，根據嚴格嘅定義，共產黨員唔就係資本家咩？為此，每個人唔都係資本家咩？因此，唔係每個經濟體系都係資本主義制度咩？咁，共產主義制度嘅意義同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嘅意義之間嘅區別又係乜嘢？區別在於資本嘅擁有權。究竟壟斷性政權控制係資本主義，定係競爭性自由企業先係資本主義？就係喺呢兩個相反嘅經濟體系之間，戰爭一直喺度爆發緊。繼續討論之前，我哋嚟定義自由市場。基本上，呢度係一個自我調節嘅系統，而喺呢度，所有各方都可以完全咁自由互相交易。但當有武力欺詐或損壞傷害到一方時，政府嘅角色只限於懲罰犯下呢類罪行嘅人，維護另一方嘅權益。咁就可以保護自由市場或自由企業系統嘅完整性，而無需加以干預。私有財產一詞亦需要釐清，因為私產擁有權同財產控制權係自由企業系統中嘅關鍵要素。令財產擁有權得以充實同完整，必須滿足所有4項條件：持有權、控制權、使用權同將該財產處置嘅能力。喺自由市場經濟中，喺擁有人唔侵犯他人嘅權利同主張嘅情況下，呢啲條件係不受限制嘅。真正嘅財產擁有權同自由係兩者並行，從來都係咁樣。依家等我哋比較兩種資本主義制度。喺競爭性自由企業系統中，資本或財產係同時私人擁有同私人控制嘅。喺壟斷性系統中，資本嘅持有權可以係私人嘅或政權嘅。但更重要嘅係，資本係由政權控制或由小撮控制政權嘅精英所控制。共產黨宣言當中包含所有共產主義者同所有社會主義者嘅基本教義，明確咁宣揚摧毀同埋廢除私有財產。卡爾馬克思深明控制資本嘅力量，並所有共產主義者同社會主義者，以前同依家都視馬克思為思想領袖嘅，亦深明此理。政權控制嘅資本主義導致高物價同低質量。歸根究底，如果唔使競爭，壟斷制使乜努力改進？另一方面，世界上誠實、節儉同勤奮嘅生產商更傾向競爭性自由企業系統嘅普及。呢度廉價同高質量會優勝，因為各生產商都追求吸引最多嘅客戶。競爭帶嚟優秀，而且從來都係咁樣。正如政治頻譜展示咗不同政府權力嘅幅度，我哋仲可將不同嘅經濟系統沿住另一個頻譜繪列出嚟。呢啲市場被政府控制嘅模式同完全自由嘅市場形成鮮明嘅對比。喺上世紀左右，基本上有4種由政權控制嘅經濟形式喺經濟頻譜嘅最左邊：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每個都由政府控制住資本，差異在於究竟政府直接擁有或控制幾多資本。喺法西斯系統，政府唔喺文件上擁有業務，但確實可以控制佢哋。喺墨索里尼時代嘅意大利，即使佢冇企業嘅持有權，佢卻係指示持有人生產乜嘢、生產幾多、幾時生產、喺邊度購買原材料、僱用咩人、開除咩人，以及定價幾多。剩低嘅佢話由得人哋決定。法西斯系統比其他政權控制嘅系統更有效率，因為活喺旗下嘅人以為自己仍然擁有自己嘅業務。廠長仍然操心機械維修、員工關係、建築物賞油漆等工作，但係政府通過一系列稅收同規則控制持有人。喺納粹主義，即民族社會主義，其支持者更進一步，獲得一啲公司嘅擁有權，例如大眾汽車。但希特拉並冇搶奪其他工業巨頭嘅擁有權，佢純粹控制佢哋，
就好似墨索里尼喺意大利控制企業一樣。社會主義係政府官員擁有主要行業，如運輸、通訊同公用事業等，以增加佢對整個經濟嘅操控。通過擁有呢啲重要工業領域嘅產權，並建立政府監管機制，社會主義者幾乎獲得對所有事物嘅操控。最後有共產主義，就係所有以上經濟主義嘅祖師爺。某程度上，共產主義比法西斯更誠實，因為所有資本都係由政權擁有同控制嘅，而無需修飾。依家等我哋結合政治同經濟系統，因為最終佢哋係一不離二咁存在。我哋再次見到，只有兩個最終抉擇，一個係競爭性自由企業系統嘅共和制，另一個係壟斷性政權控制系統嘅寡頭制。有道德嘅人從來係美國力量不可或缺嘅元素。開國元勳深明聖經嘅教導，公義使邦國興盛。佢哋仲知道，期望一個共和制嘅自由市場經濟同有限政府生存喺無道德之下，呢個期望係徒然嘅。詹姆斯麥迪遜警告過，單單有限制嘅政府係不足夠我哋國家嘅。約翰亞當斯觀察到，我哋嘅憲法係僅為有道德同虔誠嘅人而設，對任何其他人組成嘅政府嚟講，係完全不足夠。喬治華盛頓話：理性同經驗都制止我哋期待民族道德可以喺排除宗教原則下超越。然而，今日仍有人以為自由係經由許可嘅，而道德對於政治同經濟嚟講係唔重要或無關嘅。但正如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補充，只有品格高尚嘅人先有能力自由。隨住國家變得腐敗同邪惡，佢哋會更需要勞主。相對於美國主義，另一個就係喺過去幾千年批判絕大多數人類如奴隸般生活嘅主義。呢個係根據無限嘅人治。權利係寡頭制恩賜嘅特權，政權應控制或擁有國家嘅資本，並所有經濟活動均由中央指揮。道德則無關重要，而穩定比自由同機會嚟得更緊要。我哋嘅國家繼續偏離正軌，而使到美國偉大嘅原則卻被拋諸一旁。對我哋嚟講，簡單嘅問題係：我哋係咪繼續挖離國家嘅立國原則，定係返回我哋由前人所繼承嘅政制？對察覺出問題嘅美國人嚟講，冇時間啦。佢哋必須決定，我哋將點樣嘅國家留俾後代。我哋所需嘅，只係有足夠數量嘅美國人參與爭取自由嘅鬥爭，並將我哋國家帶返到一個更小政府、更多責任同有上帝嘅幫助，一個更美好嘅世界。